大家午安，我是齐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好，每个星期四的中午12点半，我们准时。好，我们的郭正亮老师有约，欢迎郭正亮老师。大家好。好，今天呢要好好来请教老师什么问题？哈，其实，在国际间大家都知道，这个星期有一个大事要发生，因为美日韩三方首脑，在大卫营聚首，时间点呢，他们的这个礼拜五算起来应该是我们台湾这边时间是礼拜六，好，会在大卫营聚首呢18号登场，强化安全。那其实这一次基本上已经开始陆续的日本、韩国啊、美国这边，他们有些讯息出来，因为三方外长他们先进行通话，都说这个是历史性的时刻，然后呢也讲了他们应该会有几项的成果是预定的，包括三方应该之后会有一个三方共同的热线，现在美日美韩他们分别是有这个军事同盟关系的哈，就是在这个对方那边是有基地的。好，可问题是呢，美国跟两边好，但日本跟韩国不一定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有一些历史上面的恩怨纠葛，那现在呢，尹锡悦告诉大家，这一切都要放下了。他们特别强调了，他们就讲说呢，其实基本上，在这个时刻要知道，已经日本是从我们的敌人变成了伙伴，但是呢，日本岸田这边好像这个友善的程度跟尹锡悦这边还是有一些量级上面的差别。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先请教一下郭正亮老师，知道的是，这可能就是一个定期化，一年会有一次了，然后之后呢，也许会有定期化的军演，这个东西呢，目前还没有那么的明确。你觉得这一次具体我们可以看到的成果可能是什么？这个就是要从2个双边变成3边嘛，可是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尹锡悦一头热了啊，因为美国跟日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密切的同盟啊，对，那美国在韩国坦白讲是主导性的啦，因为真的要跟那个北韩作战，韩战的时候就是以美军为主啊，也不是韩国啊。所以连战争权都在美国手上啊。那这个尹锡悦是2战之后韩国第一个领导人啊，认为他可以跟日本结盟了，是第一个啊。那我认为搞不好也是最后一个啊。你直接帮他下断言，是因为民调低还是因为？不是，就是因为他异想天开啊。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韩国跟日本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韩国的假想敌非常明显，就是北韩嘛，而且朝鲜的6方会谈是有中国跟俄罗斯，所以韩国无论如何不可能以中俄为敌嘛，这样以后朝鲜半岛的和平你怎么处理？而且你如果跟中俄为敌，那中俄要解决也很容易啊，我只要把武器给北韩就好了，看你受得了受不了啊。那日本的假想敌一直都是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俄罗斯也许是次要啊，不过你也可以看到，日本事实上本来在俄乌战争之前也跟俄罗斯有一些合作。是啊，那可是你这样就等于就是说，如果是变成3边，因为为什么会有2个2边？因为假想敌不一样嘛，所以才会有2个2边嘛。事实上我们在看国际的结盟都是这样啊，比如说你如果要有一个多边，那共同对付谁？比如说北约就很多国家嘛，可是他们的假想敌是很清楚，就是俄罗斯。那现在美国想要在亚洲布个局共同来围堵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功？就是很多国家并不认为中国是他的假想敌啊。这里面最明显的就只有一个国家叫日本。所以为什么美日安保可以进入2.0？那日本也愿意配合美国的步伐。因为这个是最明显的。那其他国家其实程度都不一样，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假想敌恐怕也不是中国吧，距离5000多公里离你比较近的应该是印尼吧，那韩国更不是嘛，所以尹锡悦这一个就你要搞成3边，那如果是一些非针对性的一些技术上的合作，当然有可能啦，比如说领导人热线，这个应该没问题啊。是。那联合演习就是问题了，请问要在哪里演习？因为联合演习你选择哪一个位置，就隐含着假想敌是谁。所以你去看美韩的联合演习，就会选择朝鲜半岛。对。
那就是距离北韩近嘛，那美日的联合演习可能就会选择东海，或者更远一点，就是在日本的东侧啊。你韩国敢去日本海演习吗？你要针对着中国来吗？你敢去鄂霍次克海演习吗？你针对俄罗斯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异想天开的啦。可是很不幸，韩国就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总统他以为这个事情好像都是技术性的，他错了。这个事情是很政治的，这个绝对牵涉到国际政治。事实上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你要区分敌我嘛。结果你的敌人是谁嘛？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当然是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嘛。那在还没有真的交战之前，你要保护自己，所以你就会有所谓的假想敌嘛。我觉得尹锡悦对这个问题是认识是相当不深刻的啦，所以他才会这样异想天开啦。比如说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可能就会有领导人的热线那可能会有军情的交换，这个倒没什么那可能更进一步会有军事技术的合作。可是这个日本可能就看不上你了。比如说日本跟美国现在想要发展针对极超高音速飞弹的一个防空系统，是日本就没有想到韩国啊，他基本上就没把你看上眼嘛，对不对啊？那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不涉及假想敌的合作啊？我认为这个韩国自己要想清楚了。那当然到了最高级别就是共同防御嘛，那就是集体安全了。这次会有办法触痛？应该不可能的。美国的最高目的，我讲白了啦，美国的目标就是希望把美日韩弄成一块嘛，那直接来对抗中俄北韩嘛，就是这样嘛。所以美国是无所谓的，日本都是我敌人。我认为日本也无所谓。日本也无所谓了。对，因为中俄都已经演习到你家门口了所以日本也觉得，反正我的假想敌本来是中国，那中国现在跟俄罗斯联手了，那我也不会太在意了可是韩国明显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就是对韩国来讲，他当然要区分北韩跟中俄嘛，不然你接下来怎么办你要知道你所处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开展之后，我估计韩国国内会有非常大的反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你这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而且他民调现在只有28%，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个宣言可是那个宣言很可能因为没有办法立刻达到美国想象的那个地步嘛，可是一定会有一个宣言，比如说指出中国、俄罗斯是空前的威胁就类似日本这个战略白皮书的用字日本这样用字是合理的你韩国这样用字合理吗？他上次去华盛顿的时候，其实用字极为谨慎。那他现在跟美国、日本站在一起，大家就会开始在问啦。你看这个大外营峰会，可是他去华盛顿那个是双边嘛？对啊，就是不一样嘛。并没有日本嘛？对嘛？可是日本跟美国的宣言就绝对是把这个中国当作空前威胁嘛？是应该是俄罗斯最严重嘛，那中国第2这样可是基本上就是用字都是这样的用字，有空前的挑战空前的威胁大概都是这种用字。那韩国你要这样写吗？我讲的是针对中俄的部分那当然这次可能还会讲到台海和平嘛。对。那这里就牵涉到，因为韩国事实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介入非东海的区域就是也不太管别人家的事了。那上次就只有尹锡悦，我就不知道他是头脑发烧，他上次把侦察机派到黄岩岛，这已经完全越界了黄岩岛我们知道是在菲律宾旁边，对那主权争议是菲律宾跟中国，那跟你韩国有什么关系那如果你韩国未来还是这样，尹锡悦头脑不清楚就配合着美国玩那你的军演就有可能在台湾的东部沿海玩这么大？不是因为你不可能进台海是。那可是东部海域那边就离它很远了
东部海域那边中俄就已经在那边，上次已经发生了嘛，是俄罗斯的船军舰，从东部海域比较远嘛，穿过宫古海峡到上海啊，是上次就发生了嘛，是，所以日本就很紧张嘛，对，所以日本就觉得，那你俄罗斯都这样玩了，那我当然跟美国紧紧绑在一起，那我也会认为台海也是我关心的目标嘛，就是东海跟台海，可是对韩国来讲，台海或者是中日之间的主权争议，向来都是跟你没有关系的，那你真的要卷入吗？也垫垫自己的分量吧，你有这个实力吗？对不对？韩国的 GDP 大概只有1点多兆啊，那你要来惹这2个国家吗？而且这2个国家要来搞你是非常容易的，他们只要把武器给北韩就好了，不是吗？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讲，我看到这个美日韩的这个大卫营，我真的有点惊讶了。我比较惊讶的是，韩国怎么会想参加？可是符合他当时参选的时候，他的一些就是跟美国走比较近的政策啊。那个是叫美韩，对嘛？美韩双边加深是没有争议。就还是符合他那个唯一目标是朝鲜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但他加进来之后，他就得要去到日本的那个附近了。对啊，他的战略连结的目标，你要不要承受嘛？没有人会这么莽撞的就来参加这种会了。我认为就是他没有想清楚嘛。那我认为回去韩国之后，因为18号开完，那回去韩国之后国内一定充满不同意见。是好，但是呢，这个尹锡悦势在必行哈，原因是因为今天一个新的消息是说，他的父亲是享受92岁，然后离世。那但是他也强调说，即便家里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巨变，但是他还是一定会去这个美日韩峰会，行程不变。因为呢，去到这边要知道，这个是拜登上任之后第一次在大卫营这边招待他的其他友邦的元首，然后大家呢一起在这边聚会，这个也是很争议的啦。对，因为大卫营通常是在处理一个和平协议，那你到底要处理什么？因为之前1978年的时候，在这边是埃及跟以色列见面，那之后呢，克林顿2000年的时候本来是以巴，那以巴那一次虽然没有一个结果，但是基本上从埃及然后到以巴这边，基本上都是来处理这些和平协议。可是这一次看起来，好像是在找同样目标。不是，他不是在搞和平，他是在搞小北约嘛？对。小北约怎么会是为了和平呢？小北约是为了战争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连地方都文不对题嘛。这个就是乱搞一通嘛。事实上，美国要的就是小北约，亚洲的小北约，可是北约不接受嘛。对，他认为韩国跟日本只能够当，你就是观察员嘛，你可以来啊，可是你不能入会啦，不行啊。所以上次不是北约要在东京成立办公室，是那法国就反对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要自己搞一个3国的，就广义叫这个集体安全呐，可是这个在目标上，我就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嘛，因为你的假想敌不一样嘛，美国跟日本的假想敌是类似的，是，可是你韩国就是不一样嘛，所以你怎么会脑袋发热到这个程度？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就是马克龙帮你挡下来了，但是呢，你义无反顾，你还是想要往前去。那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在下个星期，我们应该就会看到它实际的一个结果了哈。但是我们其实讲到现在，就是美日韩，那对上一定是中俄朝，对吧？那李尚福现在呢，竟然又到了俄罗斯，他这次参加的是莫斯科的一个安全会议，国际安全会议，这个是第11届。是，它事实上是历年的会议，但是他之前其实是没有很明白的告诉，那也没有很明白告诉大家他要去。那一个讲法是，大陆这边有媒体他们解释说，怎么会这一次是上了飞机之后才告诉大家说，他即将要去莫斯科这边参加这个国际安全会议？事实上，我跟你讲，两边都没讲。也不是没讲啊，上次那个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召开的时候，是那个绍伊古就已经提出邀请。可是中方一直没有回应，对，
所以还在想并不是没有这件事。这个事情的时间大家早就知道了。他只是说他到现在上飞机前才讲。那中间，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事实上并不是。OK， 是搞不这个刚好凸显出李尚福这个人不太喜欢把还没有完全底定的事情讲出来。这就是反映他的个性。谨小慎微，这样对，不一定慎微不一定慎微，谨慎谨慎，好，谨慎。但是这一次呢，基本上他在这个台湾议题上面，他其实就话讲的也一样每一次呢，他其实讲到台湾议题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他一些比较笃定式的这样的一个谈法。他就说，在台湾问题玩火这个一定会以失败告终。那比较有趣的是，他这一次在莫斯科讲嘛，所以包括了这个俄罗斯的外长还有防长，开始来跟着讲。拉夫罗夫呢就直接讲了，他说西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是一个极端虚伪的例子，还不知羞耻的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又要求别人都不能违反现状，然后呢还把台湾当一个独立国家，因为这样之后他就可以给他送武器。他说他们对基辅政权也是这样，又一个把认为台湾问题是不是要让它乌克兰化这样的一个讲法。那其实呢，在这次李尚福出席这一次的这个墨西哥国际安全会议的同时，基本上大家在意的都是你们又会有什么样新的合作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嘛，中俄他们的这个海上的巡演基本上今年第2次，那船变更多了，那区域的部分呢，其实也开始往北极圈这边走，所以美方这边其实都很在意。日本就不用讲了，因为他已经被摸过很多次了，所以他非常的谨慎，也很在意它的内容。那除了莫斯科，还要去白俄，还要加强3国合作。您怎么样来看这3个连在一起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会把台湾的议题拿进来，当然是针对那个8月18号的美日韩对那这不可能是针对赖清德了，这个是针对外力。台湾媒体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针对外力了，针对外力了。因为台湾问题玩火，那如果只是台湾自己在玩，李尚福他透过国台办就可以讲话了，他也不需要自己讲在这里讲，应该就是针对美日韩，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先开嘛，对，那接下来就8月18号那我觉得这个发展，坦白讲对台湾是不利的了台湾自己要搞清楚了，因为俄罗斯对台海的议题的表态越来越接近中国。对，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不太说的，他以前大概只广义的讲一中原则那其他不会再进一步讲那甚至以前蒋经国还透过关系要找俄罗斯对不对？那这样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俄罗斯已经表态说，如果发生台海战争，他站在中国那一边。对，那这个会有一个后果因为他刚好在日本的后面。对，所以日本如果要出兵帮台湾，就背后有一个威慑力量。所以日本就不敢动。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事了，就是中俄你刚刚讲那个联合军演嘛，它目前是在日本海，然后到白令海、阿留申群岛那边，是，那未来会不会到台湾东部沿海？那如果它下来呢？你不要低估俄罗斯俄罗斯这个国家他到处都想去，因为他跟越南关系也很好那他的军舰会不会经过台湾海峡去越南？你不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态势对台湾是很不利的。是，因为如果说这个俄罗斯对台海的可能的冲突，他也要参一咖那这样就会造成这个日本会更谨慎对，那到时候这个他当然不会介入了，我说俄罗斯啦，是，可是他可能就会在外面作为一个威慑的力量，然后支持北京，就站在旁边，我背后看得你背脊发凉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对，那台湾的外援就会更麻烦，就会有这个效果了不然拉夫罗夫没有必要讲到这个程度很直白那他讲到这么直白，通常就是意味着
他有事情希望互相配合。因为我跟你讲啊，我举个例子啦，那个俄罗斯不是把那个有4个邦公投，然后加入俄罗斯嘛？对。北韩是第一个跳出来承认的国家。那请问北韩做这动作要干什么？友好。你莫名其妙跳进来说乌克兰那4个邦并入俄罗斯，我承认。而且还进一步讲，说俄罗斯你需不需要我们朝鲜兵来支援作战啊？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那显然就是有些东西希望你跟我合作嘛。那你看小弟这么挺大哥，那大哥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可以帮我？那事实上就发生了。去年第4季啊，你去想一想，北韩试射了多少导弹，技术升级了多少？对，你认为他会突然天才吗？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技术进步？这么多类型的导弹，就在去年第4季拼命射啊。这个简单的理解就是俄罗斯支持的嘛。还有另外一个，北韩怎么突然之间做出超高音速导弹呢？你不觉得也很奇怪吗？这个唯一的推论就是俄罗斯支持的嘛。不然谁有这种技术？中国不可能这样做了，不可能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来看国际政治？当拉夫罗夫要把话讲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骂人家虚伪不知羞耻。我就是说他介入台海问题，对，而且这么挺北京，这么反美啊，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他当然就是希望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来支持我吧。所以你没看到李尚福要去白俄罗斯吗？对，这个就很悬呐，因为白俄罗斯就是现在瓦格纳也去了嘛，白俄罗斯就是跟旁边就是立陶宛跟波兰，然后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是所以这个就是最紧张的地方嘛。那李尚福去干嘛？李尚福去那边干什么？我认为俄罗斯显然就是在想嘛，说俄乌这件事啊，那未来白俄罗斯有可能会被联动的。那万一被联动的时候，希望中国大陆能站他们这一边嘛？我觉得就有这个暗示啦，或者是说，如果他们认为他要把第一前线的作战的状况来跟他做报告。你这样福说了吗？你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我就白俄罗斯要跟他说啊。OK。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了解前线的战情呢？当然，这个一定是白俄罗斯会知道的更多嘛。那因为中国大陆李辉已经介入要做俄乌特使谈判嘛。对。中国大陆自己的方案都提出来了嘛。所以他们就要把军情告诉你啊。我觉得就有这个意思了。那当然，那个意思就言下之意就是，他会告诉你军情嘛。那接下来就说有哪些部分，那这里你可不可以支持我们？我不知道他会切分成几块了那当然军援是不可能的，是那可是其他的很难讲啊。立场上面，国际上要站下对，很多这个是政治的嘛。对那可能还有别的嘛。比如有些是经济的这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通常俄罗斯这个国家会把话讲到这个程度然后这么往你那边靠一定是有所求啦。不然他没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了。李尚福其实他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今年3月刚刚走马上任，然后4月就去莫斯科，然后现在又看到，他又出现在莫斯科，等于是半年内，不止4个多月内，他去了2次。而且你要知道李尚福的专业对，他是火箭军吗？对啊，他是火箭军。火箭军吗？是啊。那俄罗斯搞不好有东西可以跟你合作了。也是有可能当然有啊，因为俄罗斯有一些东西是比中国做得更早，做得更好啊。比如说长城预警雷达，是这个俄罗斯就做得比你好啊。还有比如说核潜艇，它当然发展的也比你早啊。对，所以大家都来谈啊，所以这个你不能排除
各种可能都有。那现在呢，也看到了，基本上李尚福现在跟俄罗斯很好，现在大家就没有什么异议嘛。可是呢，也在今天有一个消息出来，因为美国又开始画虾了，他们的一个副司令说呢，中国变得危险的傲慢啊，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不止李尚福不跟他们通话，现在连东区的解放军司令也不跟他讲话，南区的解放令司令也不跟他讲话。他说他们都不接电话，他们全部不接电话。那个裴洛西之后，那个时候的暂停沟通就是全面。对，本来就是这样啊。是，他怎么到现在才知道呢？然后他就一直在喊说，就是不通话，就是不通话。就一直在对于去年8月之后就这样了。对，一直对于李尚福的态度又再一次的出来讲。可是呢，也在这个时候在想说，美国是不是也因为这件事情，他其实有更多的反应啊？原因是因为过了1个月哈，终于他们那个跑到北韩的这个士兵现在调查出来了。那果然就是在美国军方里面被歧视，他说自己是被种族歧视，然后同时被霸凌各种的不开心，所以呢，他才会预谋的跑到了北韩这一边来寻求庇护。那当然这件事情，美国现在已经讲了，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这个调查的结果。可是呢，朝鲜刚刚亮哥也在提到，跟俄罗斯现在真的很好，因为呢，你看双方金正恩跟普京互致信函，说呢他们要开始发展长期的战略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现在加了日本，在安理会提了一个会，说呢要在就北韩的人权召开会议。中国跳出来反对。中国讲说没有啊，我们现在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安理会的责任范围，应该呢就是要来维护世界和平，人权问题基本上跟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提出来在这个地方谈呢？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谈人权，就是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只会加剧对抗还有对立而已。你怎么样来看这一系列看下来，然后再加上 APEC 现在讲了，俄罗斯说呢美国人不让他们去，就是一连串中俄朝又再一次被聚在一起。安理会提人权案，这个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作秀了。对啊，因为中国跟俄罗斯都在里面，你怎么可能过呢？所以就是一个表态而已了。那美国兵那个是北韩公布的调查那当然是讲好了。那意思就是北韩方面可以让你留下来嘛？对，当然是这样嘛。那可是你要配合他说嘛。那表示事实上那个时候美国兵跑去那边，我们那个时候就在猜说北韩一定会当作文宣素材了。以往都是这样你不觉得我们那个厨房兵跑到大陆去，都没有人要理他吗？现在也都没什么新闻了，是不是？大陆就连这种动作都懒得做这个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新闻只是说有人借题发挥而已了。是那个美国跟中国的军方沟通断线，这个又不是现在还知道。对啊，去年8月就这样一直到现在都这样那最近因为美国不愿意取消制裁李尚福那个部分嘛，我们讲国防部长，所以当然使得军方更不愿意跟美国沟通连我们部长都被你制裁，还沟通了头对不对？所以目前是恶化中还是这个部分是你觉得没有任何没有解好转的迹象？而且中国发现中国上次不是在7月16号那驱逐了美国在南海抵近侦察的侦察机吗？对。然后台湾海峡不是被驱逐军舰嘛，对不对？那个中云号。你知道吗？从那个之后到现在，没有一艘侦察机或军舰跑去台海或南海。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他发现有效我不跟你沟通反而没事。不跟你沟通的意思就是风险你自负，你不要来跟我沟通。对。那你来会不会被擦撞，或者被驱赶？你自己判断吧。那结果之后就没有发生了。所以如果你是中国啦，那你为什么要沟通？沟通没有好事我跟你讲以前都是有沟通的。然后2021年，美国抵近南海侦察的飞机架次1200次。那中方就一直跟美国沟通那结果2022年变成1500次，越沟通越多。所以沟通有什么用？所以那个谁那个苏立文讲了一句话嘛，他说你不绑安全带，那到时候大家乱开车怎么办？
那中国就回他说你绑了安全带，你才会加速开车啊。我现在就不要跟你绑安全带，我看你敢不敢开快车。就是变成一种不确定的风险，那反而使你行为谨慎起来了，就变成这样。你如果确定，我如果真的快要出事了，那到时候我可以紧急联络，那我这个快要出事的行为又被原谅，那你就越来越敢嘛，不是吗？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了。那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同意了，就是继续下去。就是逻辑开始打开之后，那个就会整个故事的情节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也许就会开始有所不同了。应该说你的思维啦，会改变嘛。说这个动作你敢不敢做，你自己看着办吧。哦，比如说你以前做，那基本上如果真的快要冲突了，你就赶快紧急联络啊。那个行为就会被制止嘛。是。那我现在不跟你沟通了，你到时候找不到紧急联络了。那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出事就出事了。是啊，当然是这样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不会出这个手？但是好像美国，他其实现在，即便他自己没有跟对方沟通，但是呢，他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走。我们一开始讲到他跟美日韩三方开始哦，包括他最近跟这个韩国这边也要开始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演嘛。对。那在菲律宾这一边呢，他则是什么？则是看到了他跟澳洲一起要展开联合军演。那当然知道现在是因为仁爱礁这里的问题，那菲律宾这边呢也已经先切断了他们跟中国海防这边他们的一些热线。那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好啊。沟通没有用啊，你们的民船继续来啊。那王毅说要对话，我为什么要跟你对话，对不对？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话不好嘛，所以我反而还说什么我要在这边盖住宿设施，然后说呢，我这个住宿设施是人道救援，是如果我在这边呢有这个船只渔船啊，突然发生什么紧急事件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来住这里。人道救援好像就变无限上纲，就什么都可以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会怎么样？因为菲律宾现在不是行政官员啊。这是议员啊，是，就是他们开始有更多的讨论嘛。那事实上做不到啊，因为你建材又运不过来，运不过去。上次就是因为建材的关系，就射水炮了。那现在他们在他们整个的国安文件上面，反而把台海冲突列为一个重大疑虑。讲法是说，因为在台湾有15万名的菲律宾公民，因为他们在我们这边工作，所以呢，海峡两岸的变成冲突热点，他们也必须严重关切。还说呢，美中之间继续激化，那就会导致一些地缘政治局势，他们非常在意。你怎么样来看又一个把台海冲突列为他们的一个重大的疑虑？菲律宾早就讲过，他要拟撤侨计划了，对，到现在都没看到啊。对，不像某一些地方是有比较具体的，主要是因为他人太多了，散布各地。那日本估计在台湾大概只有2到3万人，是啊，那他们确实有一些计划。那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到哪边集合啦，那飞机票要买那个没有日期的啦，要准备好，他会提醒你啦啊。那或者你要坐船，要到哪边坐船啊之类的。菲律宾我估计是做不到了。实际上我跟你讲啊，能够有能力撤侨的国家本来就不多了。美国有在撤侨吗？你有看过美国撤侨吗？美国都是警告你赶快离开。这里有风险，请你自己离开吧。他哪有什么撤侨计划啊？事实上，我最近就看到，美国就在警告他的那个有一些侨民，叫他赶快离开，比如说尼日啊，他就叫你赶快离开啊。大概就只有这样而已啊。菲律宾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美国给他压力了，那一直叫他在仁爱礁搞点事吧，最好有冲突画面啊。因为9月5号要开东协峰会，是。那我觉得美国的设想就是，你最好跟中国有点冲突吧，然后就可以在东协峰会去那边抱怨了、抗议了，让中国难堪嘛，就是这样了。那可是中国大陆也知道美国的图谋啊，所以也是挺住耐性啊，就给你打水炮而已啊。而且没真的打到，对不对？那至于登岛，你要丢粮食都丢水，他就不阻止了啦。因为他扬言要空投嘛，
空投它不会阻止啊。如果是粮食跟水，它不会阻止啊。是他现在是建材不让你上去嘛，现在就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了解这个状况，就是美国的目标大概就是看能不能在9月5号东协峰会之前，在这里闹出一点动静啊，搞点事。然后拜登也要说要去越南嘛。对。可是我认为他去越南不会得逞啊，因为范明政跟阮富仲，我觉得心已经定了啦，就是要跟中国大陆。至少在几年要维持好关系啊，所以美国就是你看拜登也不去东协峰会啊，对啊，他为什么不去？因为就是他的剧本就是希望去闹事嘛，闹事他去干嘛？哦，对，剧本是这样写的嘛，就是在那边有这个场合让他发生，但是他人在越南可以讲话，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啦，就是这个叫短期剧本啦，就是到9月5号到7号。那如果菲律宾没事，那我认为之后就会缓一缓了，因为就没有那个峰会了，所以这也是在演啊，就是跟你演短期的啊。那事实上，我认为那个前总统杜特地也会集结不同意见的力量啊。对，他就觉得你整天到晚在跟中国搞军事对抗干什么啊？主权那个吵现在也不会有结论啊。那你现在跟他吵这干嘛？就杜特地就认为这个很不现实嘛，他就认为你应该去跟他谈经济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认为东协峰会之后，中非在仁爱礁的争议应该会暂时告一段落。因为这没什么好吵的所以就等到9月7号之后。就没事了，这个议题就淡掉了，就开始不见了。不，接下来可能会有别的议题了，比如说中国渔船入侵的问题啊。那美国可能小蓝人呢？美国可能会跟日本一样，都会提供你更多巡逻艇啊。那冲突的场景就从仁爱礁转到渔船了嘛。是，说你们巡逻艇就赶快去抓几只啊，去抓渔船啊。那中国的渔船后面可能会有渔政船啊，是，会有海警船啊。那个冲突就换场景了，这样。整个画风就会一变了。对，因为美国本来就在酝酿这样的概念了，这个叫灰色地带作战。灰色地带。就说不是在美军基地，美军基地那个叫做高密集的基地嘛，有一些冲突点不是发生在高密集军力的地方嘛，而且你也很难说那是军力。民船啊，你的那个渔船都是民船呢。可是可能有一些船是武装的嘛，你分不清楚啦。对啦，那总之他就把这个叫做灰色地带作战。美国大概就会开始提这个题目啊，然后就说啊，日本啊、印度啊，我们是不是在空中做一个卫星监测啊，一路从这个台海拉到印度洋，这个渔船动向的卫星监测啊，那这个是天空的嘛，那另外就海上的那你是不是要多来点巡逻艇啊？日本送给他啊，日本目前就是他可能会把一些比较旧的巡逻艇送给菲律宾跟越南。上次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消息出来了，所以我说，明确的，事实上这个形势大概就是这样走了。就是美日在这个地方，他们也会开始联手，然后用渔权议题，跟我有关的权利问题，我认为跟我有关的权利问题，对，来做插手啊，然后让你们民间的情绪不好。但是呢，其实在这一次的东协哈，基本上新加坡他们是一直以来都已经这样子讲啦，就是黄循财现在后任总理嘛，也再次的讲说，希望中美之间要有护栏。他再次的强调啦，美国你怎么禁令哈，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压制中国，所以他认为好一点的话，基本上还是学会跟中国共存，然后找到解决分歧、和平共处的方法。他认为这才是正办，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怎么样都不希望出现到巨大深远的影响，他们得做准备。好，他讲的是什么？讲的他其实有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半导体的部分，说两极分化。那基本上呢，现在确实啦，在中方呢，他们目前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是创20年来的新低。那一个讲法就是说，当然因为禁令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开始在进出口的比例当中，他们有会出现了一些变化跟调扣。那很多人都在问啊，说中方是不是
基本上现在被美国禁令之后，反而让他跟美国的盟友走更近。好，什么意思哈？这个《经济学人》他这个基本上这个标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呢，很昂贵，而且呢很危险。其实呢，有可能有没有你这个禁令是让你其实没那么有用。反而让你买到的东西会更贵，让你付出的成本会更高。而目前呢，美中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是最新美国财政部在公布了6月的海外持有国债，发现创16个月来的新高。好，谁买谁卖？日本上个月呢，它是大卖了5月啦，大卖304亿。6月的时候呢，他买了88亿。那中方呢，则是在这一次减持了113亿，是连续第3个月的减仓。从去年4月就一直低于万啊，就是一直减，现在已经是8000多了嘛。然后目前这个金额也是创下2009年来的一个新低。美中之间从科技。晶片，然后到他们之间的这些国债经济上面的对垒，您怎么看？都无解啊！公家雇佣没法都盖呀，都无解3个字。所以坦白知道，这个新加坡也不是科技战的当事国啦，连他都感受到，对不对？那韩国怎么办？韩国就在漩涡的中心呢。他进出口也是超惨的。是啊，因为你这个就是逼中国大陆要去把成熟制程做得更多嘛，更好嘛。对。那这个对中国的难度并不高。那你也许可以暂时性的在半导体的先进制程造成2个世界了。我认为也不会拖太久了。我认为中国5到10年内一定会做出来。这个也就是逼他啦，就是那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作弊嘛，我们举例嘛，比如说英特尔英特尔就在美国新一波那个投资制裁那个禁令发布几乎是同时啊，他就发现他在深圳做创新的晶片中心那你在干嘛？而且跟中国6个实验室对接，那里面就包括 AI 晶片的训练站。他就要做这个东西那英特尔怎么可以去呢？对啊，那英特尔就说：“我不会违反技术的限制。那只要你规避，比如说你的技术规范是 A， 那我就做 B 就是这样嘛可是市场这种东西它会自己找出路啦，你知道吧？比如说最典型就是华为嘛，华为高阶晶片被你掐死了嘛？对，逼他把那个高阶手机断掉，对不对？那荣耀就切出去那就跟华为没有关系了，这样荣耀才能够买到先进晶片啊，是，不然华为都买不到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就逼出说，中芯国际可能今年开始试产5G 晶片，对，那华为还是一样可以做5G 手机啊，只是量没那么大。那你去进华为的先进制程的晶片吧，不准卖给他那结果激出了中国民众的爱国心。结果我就看到最新这一季中国手机的那个营收只有华为在上涨，其他都跌包括小米vivo 都跌只有华为还在涨那华为明明做的都是4G 手机就不是在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先进的那人家为什么要买？对不对？然后你也禁止他用安卓嘛，对不对？结果他弄了一个鸿蒙嘛，对，那鸿蒙去年3.0，今年已经做到4.0了坦白讲，他被你抵制大概就是2019年左右嘛，到现在才第4年呢。第4年鸿蒙就出了4.0呢。然后鸿蒙现在在全世界的使用量的手机有7亿只，那这个不就是被你逼出来的吗？本来他是说我用安卓就好啦，他还愿意付权利金给你结果现在逼出了第3个体系，不是吗？对，就苹果的 iOS 嘛，对，然后安卓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华为的鸿蒙，他就被逼出来了嘛，因为他没有办法用安卓嘛，那怎么办？那结果现在俄罗斯说，你那个鸿蒙让我试用一下，
好像还不错。俄罗斯有一家手机行叫 BQ 啦，他就说，来让我用看，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终于走到了外国公司愿意试的程度了，那假设我们看俄罗斯开始用了，那俄罗斯用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也不能用 Google 啊，对不对？所以都是被逼的嘛。那大家只好聚着一起取暖啊。那俄罗斯就说：“你鸿蒙好像用的不错，那我也来用看啊。”那华为的鸿蒙不是只用在手机啊，是，你就逼他走出另外一片天啊，他就去做电动车的智能平台，那结果也是用鸿蒙系统啊。所以鸿蒙现在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物联网系统。就是说，它不是只有手机在用，电动车可能也用，还有你家居的，我们叫 Home Gateway 也开始用，就家居的一些遥控那以后就跟你的车连在一起，跟手机也连在一起。那个其实就是绑你的使用习惯啊，是啊，简单讲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一个生态系。对啊。那当你去想嘛，华为本来没有要做这个，他没想搞那么大，被你逼出了这个，那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生态系。那这个生态系变成世界第一个，那如果让它做起来呢？如果我们假设它真的做起来了，就是电动车的智能平台也是鸿蒙，手机也是鸿蒙，家居的也是鸿蒙，那还有其他只要用手机可以遥控了，通通都是鸿蒙。那如果它开始做顺了这个生态系，那整个生态系搞不好可以复制到别的国家。那这个就已经不是手机概念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是叫未来科技的生态系了。对，你已经很难说那是叫什么，是那个不叫手机嘛，对不对？是，所以鸿蒙就已经走出手机概念了。那这个不就是被你逼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是学理工的科学的解决方案是没有唯一的啦。它同一个问题，那大家会找到不同的 solution 来解。是，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原子弹，1964年试爆，它根据它的原子弹的制作的方式，美国跟俄罗斯到现在还不知道，可是还是一样核爆啊 ，solution 不一样啊，一样效果啊，所以一样嘛。我的意思说，你要逼，中国人也做出它的量子电脑你逼它做出它的北斗，对，北斗跟 GPS 也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就你不要高估啊，然后说只有你美国人做得出来，没这种事啊。科技这种东西啊，只要你国家集中资源比如说中国现在硕博士生念理工科的，那人数是世界第一嘛。海归的还都回流了呢，对吧？那国家也鼓励你发表论文，对不对？给予各式各样的津贴奖金。那他现在的各方面的专利了，我上次看到一个报告澳大利亚做的，那中国大陆大概在37项，我们讲科研还没有到量产科研通常都是这样嘛，你先有科研，是写论文，然后累积到开始小量量产，然后不错，那才开始做大规模量产，都是这样嘛。他在37项科研领先美国，那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电动车，就一面倒领先了，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他真的逼出了这个东西啦，就是中国真的气到了，就那我就自力更生吧，那方方面面就开始各个领域了，就开始有人投入嘛，就是这样其实那个王传福他才刚讲说，他电动车他觉得他之后可以达到多少就比亚迪创始人嘛，他说他可以达到70%，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有可能吗？跟昨天赖教授他觉得这是有机会的当然这个讲法都是一个未来的展望，但是你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在一开始有人在讲什么，讲说基本上现在中国第2季竟然是超越了美国，变成了 iPhone 最大的一个市场。那在这一次呢，其实也开始很多人在看到说印度呢，它现在因为美国的禁令的关系，所以呢，它也接受了蛮多就是 iPhone 这边的一个制造嘛，很多越来越多东西都是 Made in India。那
目前来讲，印度呢，他们其实是在今天一个数字哈，说它现在已经出货量超过了20亿部了，所以呢，他们已经也不用再从这个中方这边进口手机，说一年会有18亿的订单，就整机，然后进口进来这边整机之后，然后再卖给他们的人，因为他们有极大的市场，内部的市场有巨大的需求，现在他们可以自己做。然后呢，就说他们之前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计划是成功的。莫迪哪一个牌子啊？他现在没有特定的说是哪一个牌子，但是呢，他要强调98%是本土生产。那个技术等级大概落后人家3、4代啊。就是他不是讲最新，但是他讲的应该是，因为他讲的是整机的部分嘛。因为每年他说1.8亿的订单，以前是从中方这边进口进来之后做整机。那可是他现在强调说，他们自己基本上有市场，然后有技术，然后可以开始来做这一些事情。那在这个整个最近也看到了说呢，他们开始有前海陆空三军的参谋长同时来到台湾，然后呢，也开始说在南海这边要跟印尼强化国防啊，要给越南护卫舰啊，挺菲律宾南海主权啊，这是外交政策哈 ，Foreign Policy 他们的一个新的文章。好像印度它也在美国的印太架构下，好像也想要找一个角色，您怎么样来看？印度事实上在这个太平洋这边，他的角色一直都是非常模糊的啦。我也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啦。所以来可能是参加国际会议啦。是啊，那是参加国际会议啦，是啊，论坛，是啊，就是智库邀请。那这也没什么，就是二轨的安全论坛，台湾当然有办嘛。那印度的那个科技力啊，我认为不能高估啦。因为吹牛灌水成分太高了啦，比如说它的 iPhone，它事实上整个供应链大概只有占5到7%，那为什么他本来在吹牛啊，说他2025、2026，就可以到25%，后来没有任何人认为做得到嘛，做不到了，所以我是觉得对于它科技力，如果是软体倒有可能，可是如果是制造，我认为还落差非常远，那这个跟它整个产业结构有关啦，它事实上是更快进入服务业，跟中国不一样，是它变成是农业，然后要往上，照理讲应该是进入工业嘛，对，然后未来工业累积到一定程度，服务业才大量兴盛，是，可是印度不是这样，因为它的印度理工学院是直通矽谷啊。所以他就而且他又是英文嘛，对，所以他就很快的成为美国电子软体业就直接跟美国对接了，所以大家都不做制造了，都跑去做软体了，或者说我们说电子商务啊等等啊，那或者做游戏啦，就他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赚钱。这个是事实啊，是啦，因为制造业要蹲点嘛，对，要累积很久的实力嘛，这个难度高很多啦，那印度并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所以我甚至怀疑他连零组件都做不出来，对，就他可能是通通都是进口，然后就组装，然后贴牌这样而已，就跟早年中国大陆不是有一堆白牌手机吗？也是这样啊 ，Assemble in India 这样。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你不要太高估它啦，那个灌水成分很高啦。好，其实他现在呢，就大家看到这个就在他来到台湾这边，那他同时又讲了一些就是台湾的关系啊等等等。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讯息哈？这个讯息是我很好奇，为什么是在昨天公布一个2016年的消息？这是中国的国安部，他们昨天公布了一个这个2016年说在云南这边有一个学校的退休干部，那个时候呢，他长期有反动言论，之后呢还招募了敢死队，然后密谋要颠覆国家的政权，那称作是中国班加西工程。那个时候习近平2016嘛，执政才第4年，但是呢马上就被脏到了啊，整个就是一网举破这样子啊，央视也有报道，昨天有很多媒体有报道。这个时候公布这个消息，2016年的消息是。那为什么叫班加西？
中国他自己命名说这个叫做中国班加西工程。班加西应该是在印度那边啊。我不知道内情啊，搞不好就是有外力支持啊。那这个时候中方公布这个，你觉得这没什么啊时间点上，因为上个礼拜才讲到说他们在这个军工集团这边找到一个也是被 CIA 渗透嘛，这个礼拜又一个，那现在这个是会变成一个礼拜有一个吗？是在这个反间谍法通过之后，他们开始有更多的动作吗？还是说基本上这个就只是一个反间谍法之后的动作可能性很高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内情啊，他可能是要做案例。说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后会有人检举，这样，可能以后会一个星期看到一个吗？还是没有啊？他现在就是鼓励民众要检举嘛，所以未来类似朝阳大妈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嘛，就他会去注意外国人在干嘛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外企也担心会不会影响他的行动自由？他来中国大陆之后所以中国大陆也是要跟外企做沟通就是哪些行为是允许的，那哪些行为是红线比如说我举例啦，我知道那个摩根大通他本来在大陆有雇佣200多人在写研究报告，科技业的是那他现在就把它解散因为大部分都是大陆人，那可是因为他帮外资写报告嘛，对。那这个就牵涉到你要去收集中国一些新的公司的资料嘛，是。可是这里会有灰色地带。你到底是在写报告、投资报告，不是因为你帮助外国，对，重点是你帮助外国，是，它是外资嘛，那现在就不知道说你帮他收集商情，对，可是现在很多都是军工合作有灰色地带嘛，所以这样叫不叫刺探国家的机密了？而且它很多公司都是国家的那假设有一家高科技公司，那这个它的技术刚好跟这个军工有点重叠，或者是跟国家的敏感技术有点重叠，那作为一个外商的企管顾问公司，我会去收集这种资料来写报告。有可能是一个灰色地带。所以他就把人员先裁掉他说等规则比较明朗之后我们再来变成这样就目前确实有这个状况因为大家不知道嘛，因为他现在进入了鼓励民众检举嘛，是，然后开始把这个也是事实就是美国的外商跟 CIA 有没有关系，当然也有人会假借这个身份嘛，你也不能排除嘛，那有些是用学界的身份，用各式各样的身份嘛，所以我坦白讲，我也不确定那个明确的线是不是画得很清楚了，因为这个东西在美国会相对清楚，那在中国大陆你就不确定，变成这样。是，好，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再来看看看是不是。比如说我随便讲，做 AI 的，是，那你去研究。这个假设 AI 一定会有跟军方合作的项目嘛？对啊。那你要写这个东西的报告，一定会碰到嘛？一定会触及啦。你就会去问人是，不然你怎么写报告？网络上搞不好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对。所以你一定会去接触人嘛？对。那当你接触的时候，这个叫不叫刺探？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台湾。新竹科学园区，我知道也有一些跟中科院有关的公司是啊。那中科院是军方的那我要去了解，因为我有1-2个朋友是这种人，他们就跟我讲，他们不能讲，他会守着那条线。OK。因为他知道他跟军方在合作。是。可是如果我一直纠缠要刺探呢，你懂我意思？懂。那这个就会构成一个敏感地带嘛。是，好，那我们最后呢，这个美国国内在现在还是必须要讨论一个话题，因为在夏威夷这边，目前最新是已经有破100人死亡，但是非常遗憾的，这个夏威夷州州长告诉大家，因为野火它当时温度太高了所以呢，可能这个温度有到870到970度，对，要逼近上千度，那所以呢是那个
热度连金属都会融化，也因为你知道这样殡仪馆的焚化炉的温度是多少度吗？多少？900度，就是对。烧成灰。所以现场他们说有很多基本上都是一碰到，然后就会碎满地，然后所以他们真的很难去做这个后续的身份鉴定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也呼吁大家，如果说呢有家人在这边的话，能够尽早来登记啊、联系啦。那目前还有上千人是失联的状态，民怨开始在持续的累积，因为只找到了确认身份的只有4个人，你想想看这个数字，你就可以理解这现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惨绝人寰。拜登终于醒了。他告诉大家，为什么我第一时间没去？不是因为我要度假啊，原因是因为到目前基本上我是希望不要妨碍救灾啦。可是这样一个举动，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即便他说了，每一个家户呢，他就发$700的巨额救助金。对不起啊，他没有指示夏威夷的军方介入。夏威夷的军方在这边的部署有将近5万人。对。可是军方并没有介入救灾，没有。这个拜登绝对使得上力，这他才能使上力。对，你应该是这样讲吧？是他才能使上力。国防部长也可以啦。对啦，可是大家还是在等他。当然是嘛，他没有下令嘛。州长要怎么说话？他没有下令，不，州长只能用国民兵。是啊，对啊，那所以大家就在问啊，说你一户给$700，那你怎么不想一想？这个现在呢，你又给了乌克兰$2亿的武器。那个不一样，那是军援。当然啦，那他的。对于政客来讲，他一定是拿那个数字来对比嘛，就会觉得说，你对乌克兰这么大方，你对我们这个夏威夷的居民是怎么样的一个在算计？所以呢，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应该说他吃定了夏威夷州，因为夏威夷上次拜登拿到了选票是63%，过半，而且没有共和党的人。他认为根本就是稳的，就是民主党的地盘。这真的是就让大家觉得说还不知道要说什么哈，所以川普直接骂他，这是史上呢最无能的总统。但是也不知道这次，你觉得这次事件过后，夏威夷的选情会有所影响吗？你现在还不知道真正死亡人数啦，还都不知道啊。现在到101嘛，要有1300人失踪我跟你讲啊，那个 Katrina 飓风，死亡人数是1392，破千，对，1392啊。那 Katrina 当然造成那个布希的民调大跌了，不过就是在那个州的周边了，是因为美国毕竟很大，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外岛，所以美国本土没什么感觉，对，就是除非你是大量报道了，那当然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因为福斯新闻就拼命打，是真的是很离谱了，真的是让大家没有想象说美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民防的警报通通都没有响，没响，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原因还不知道。目前说有可能起火原因是供电设备故障，那损失金额呢已经是上看到$100亿，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收尾？拜登到底有没有办法让夏威夷这边的居民真正的感受到他真的很关心他，因为他们票都投给他，还不知道。希望拜登能够再努力一点啦。好啦，今天全球大量化，非常谢谢亮哥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国际大事哈，包括了这个星期，其实大家都想要知道的是，在美日韩3方的首脑会面之后，有没有可能对于东北亚这边的局势造成影响，或者是后续的影响，有可能会是什么？我们下个星期4中午12点半，全球大量化同样邀请亮哥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点评国际大小事。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在看完了全球大量化之后，要记得等下午的2点15分，我们的新闻大白话全球大放送。以往呢可能会有一些地区没有办法看到网络直播，现在只延迟15分钟，全球观众都可以看得到。欢迎赶紧加入线上直播。